你必须在一系列的高科技问题上对中国放松管制。美国会答应吗？我想美国可能咬着牙也不会答应。那行啊，那你既然咬着牙不会答应，那我们的稀土就不会放松管制。所以这就是我说双方互卡脖子，这就是近身肉搏战。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9号星期一在全网播出的这2天节目视频。今天前几天我在视频节目当中给大家透露的那样，今天6月9号星期一中美双方的经济高层将在伦敦举行自中美元首上周五通话之后的第一次这个线下的一个磋商。朋友们如果说以为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迹象，可能会大错特错，因为这意味着中美双方的近身的肉搏战。原因非常简单，这次谈的是硬骨头。请听我慢慢说来。首先，我说我下一个结论给大家上一次这个中美元首通话非常明显的，根据我们目前综合各种这个资料得到的结论是美方有求于中国。这不但体现在这个美方几次三番的很早，大概在2个星期之前就透露说希望跟中方会谈。第二个呢，这个也体现在双方的议程上，因为显然这次中国中断了对美国的稀土供应，是卡了美国的脖子。我就想说，美国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美国在高科技上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不是了，中国也可以在关键物资上，比如说稀土，当然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物资上，也可以卡美国的脖子。所以某种程度说，现在中美双方都具备了各自卡对方脖子的能力。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由于中国大概在上次我透露说，在4月4号，美国邦的一下对中国宣布进行高关税之后呢，中国宣布把12种稀土元素当中的7种放到出口管制清单上去之后呢，美方一下子感到痛了，然后就不断的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美方就不断的讽刺说希望跟中国谈。那么上次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其实我们有2次让子弹飞的机会一次是从4月4号以后到5月12号，双方在日内瓦谈完发表联合声明。第二次呢，就是在美方几次三番放出风声说希望能够跟中国谈以后呢，这个中国才最终同意和美国进行通话。通话其实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是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行那么就让我们双方共同去谈吧。这就有了今天6月9号星期一双方在伦敦的一个线下峰会，而来的依然是双方的经济高官，显然是中国方面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也就是上一次在日内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谈的。但是这一次是美国的3巨头同时出马，上次在日内瓦只是贝森特出来，贝森特虽然强硬，但多少还是特朗普政府当中相对比较鸽派的人物。这次是商务部长卢德尼克和贸易代表联合出席，而美国的商务部长显然是比现在的美国的财政部长更为强硬的人物，所以这次是美国英鸽两派同时出马。显然美国团队内部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博弈，而中国接受它内外博弈最后的结果得到的信号和压力显然也是空前的。那么所以这次呢，在伦敦谈，我此次录制节目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傍晚的6点，那也就是欧洲时间或者伦敦时间的将近中午的时候，相信谈判已经开始，但是谈判的结果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议程无非是美国非常迫切的希望中国能够放松对美国的稀土管制出口或者出口管制。那既然这样的话，中方也有条件的。中方的条件不是说什么放松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问题，而是你放松在关键的高科技问题上对中国的关卡，双方可以互卡对方的脖子。这就是这次我说其实已经进入到中美双方近身肉搏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一如既往呢，会在我们的一些核心国家利益上向美国声明态度，至少要取得美国在态度上的表态，而且我们会把这种态度公之于众，让人觉得有文必录记录在案。这就是上次中美元首通话之后我在这里分析的那样，美方几乎在他的发的白宫的新闻稿里面只有 trade， 只有贸易，而中方的主要谈的是贸易以外还有台湾问题，显示出双方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上次我说了，其实贸易问题对中国来说不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虽然中美的贸易问题不解决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那么多年中国也挺过来了，又何必要在乎这个？所以你只要不怕，无畏才能无私。
相反呢，这台湾问题倒是政治问题和主权问题，倒是中国念兹在兹的。那么美国这次恐怕现在贸易问题已经是他的一个手中的一个筹码了。美国最主要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放松这个管制，放松这个稀土的管制。中国呢，由此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可以向美国发出要求，甚至释放压力，你必须在一系列的高科技问题上对中国放松管制。美国会答应吗？我想美国可能咬着牙也不会答应。那行啊，那你既然咬着牙不会答应，那我们的稀土就不会放松管制。所以这就是我说双方互卡脖子，这就是近身肉搏战。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这次伦敦谈，如果说上次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缓和，而这个缓和只是完全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就是中美双方愿意开始线下谈了。今天谈的才是近身肉搏战，所以无非是几种结果：一种是完全谈好了，谈好了到底以中国的意愿谈好了，还是以美国的意愿谈好了？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推理。还有一种是部分谈好了，那就是中方的意愿也没有完全达到，美方的意愿也没有全达到。还有两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可能性，要么是美方更多的向中方妥协，要么是中方更多的向美方妥协。但最后一种可能性，理论上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三种可能性大还是不大？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当然，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只是根据各种蛛丝马迹拼出来的一幅真实的图画，给大家提供一些观察今天中美峰会的一些逻辑脉络、一些线索和一些支撑的焦点。一切的一切，明天请朋友们关注我这个视频，我将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做出评论。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这里谢谢大家。